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有很多人不自觉用贬低的方式，靠嘲笑别人去获得自身的优越感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有一部分的人变成了一群刽子手？他必须透过踩在别人的尊严之上，才能感觉自己还活着。这里尼采所说的怨恨啊，不是字面上的意思，而是一种因为自己无能为力，只能透过去扭曲价值观，来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。如果你是单纯的羡慕嫉妒，你可能是看到一个人开好车、住好的房子，你可能心态上是说：可恶，他好有钱，我也很想要变成那样，但我现在做不到。但进一步酸葡萄的人，他可能想的是：哼，有钱有什么了不起？那个钱啊，一定是靠不法所得获得的。你可以感觉到，在这个阶段就有一些透过贬低的味道在里面了。在尼采的怨恨里面，讲到的是在最严重的第三个阶段，完全扭曲成说这些富人啊，都是贪婪啊，都是骗子啊，都是不法所得啊，都是没有灵魂的堕落的人啊。只有我啊，贫穷安身自在，过着朴素的生活，我才是很清高的啊。把自己的无能包装成美德，把别人的强大包装成邪恶。但我们也都知道，真正的强者是透过自我肯定的，不需要践踏别人来获得。而且你会发现，这样的人，他们也很奇怪的地方是，他们的情绪大部分也是常常处在一个比较容易暴怒的阶段。这种靠贬低换来的快乐，是一种情绪的吸血鬼。好像我们要透过去吸一些血来为自己解渴。阿德勒的伪装也很常见，例如说他会找一些借口，你比较厉害啊，用这样的话去搪塞他自己的无能。学的东西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，那他就可以一直伪装成说，我只要工作不忙，我就可以做得很好，我只是现在不做而已。有没有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熟悉？这种就是怕被看不起的自我防御机制。爱嘲笑别人的人，其实内心就是自己觉得自不如人。为了掩饰焦虑，大脑就启动了这样的防御机制，借由挑剔别人，瞬间制造我比他聪明，我比他厉害。所以你会意识到，这样的人大部分都是裹足不前的。他者的地狱这句话，常常有人误解是说别人都很坏，社交很痛苦。但其实萨特的这个存在主义，他讲的是，我们把定义自己的权利完全交在外人、他人的眼光上。一旦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我们就进了地狱。他的本意是这个意思。爱嘲笑别人的人，其实就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。他透过贬低别人，把别人变成一个物品，他才可以高抬自己。所以我们这边来解析一下贬低人的心理的机制：先物化他人，剥夺对方的人性，把你贴上一些消费的标签，例如说你很胖、你很丑等等，把你的无法接受的缺陷投射在这些人的身上，然后呢，或者是用站在审判的制高点来享受审判别人的快感，会有一些出言不逊的留言，他用很高的道德去审判你。其实我们去嘲笑别人的时候，往往嘲笑别人的缺点，就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没有办法接受的自己，自己可能也有这个问题。这只是一种心理投射。什么是海德格的常人？其实就是我们不认识的社会大众。当我们呢跟这些社会大众一起去嘲笑某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那个好像没有责任躲在键盘背后的常人。两种价值的对撞，从别人的失败嘲弄落井下石，或者你要当一个实现者、创造者，面对失败给予怜悯，然后让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。所以现代人这种贬低他人的这个本质，就在于当我没有能力去创造，没有能力持续去做一件事情，例如说自我发展啊，自己再更上一层楼啊，他就用破坏的方式去刷存在感，透过去贬低别人、讲人家坏话的方式，或者去酸别人来达成。讲一个故事，让你了解什么叫平庸之恶。假设我是一家食品工厂的员工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公司呢就偷偷引进了比较二手、比较差的原物料。有一天呢，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些东西如果让它制成商品去卖到市面上的话，会造成很多人的健康的危害。但是呢，我要转念一想，第一个，我如果去举报这件事，我会丢了工作。于是呢，我就默许了这件事的发生，这就是一种平庸之恶。当集体都盲目的往一个方向去走的时候，不思考本身就是一种罪恶。我们现在更多听到的叫做随波逐流。
我也很认同，现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同理心。当我们能够看到一件事的背后是一个家庭，是一个流泪的人，那我们就是有了同理心，而不是只是看着文字。我们对人多一份体谅，我们就会多一份同理心。斯多葛主义，我们将不能控制的事情放下，我们不要对伤害你的人生气。他们灵魂生病，最高级的防御不是去反咬他一口，而是你过得更好。不然我就会跟他一样同一个 level。我也曾经分享过一期节目，是我国中的时候是被霸凌的，还算蛮惨。然后我事隔多年以后遇到当初霸凌我的同学，那一段时期的痛苦的经历是真实的。但我更觉得我现在是比当时的这些人可能过得更好。我说的过得更好，不见得是物质的，而是心灵层面上，我有信心会比他们很多人都好。我们来讲到灵魂的修行，当你发现你自己有可能就是一个酸言酸语的人的时候，不要按发布，打完字以后把它收回吧。再你问自己，我现在嘲笑是因为恐惧还是优越？与其呢去留这些有的没的话，不如转向用真实去取代我的虚假。你还要继续透过踩别人来垫高自己，但厉害的人是透过把人拉起来来证明自己的伟大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戒掉嘲笑的毒瘾，这种讥讽的心态是一种毒瘤，而且很多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，做一个灵魂饱满，不需要去吸食他人痛苦的人。最后，祝你长出无法被贬低的灵魂。我们拒绝去贬低别人，找回生而为人的尊贵。